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这一周你们过得还好吧？上一次我们学完了身和为意而修，主要是学习比卢八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接着向下学，请大家翻开广论348页第7行，然后请看原文。第二，正是修习之次第者，诸道次第多依辩中辩论所说，由八段行断无过失，修奢摩他善知识拉索瓦所传之教授，为于彼上须加声闻地所说6例4种作意及9住心而修。正说修持的次第呢，大多数的道次第都是宣说从辩中辩论所说断除5种过失的8种断行，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修持奢摩他。那么辩中辩论呢，是至尊弥勒为无着菩萨宣说的慈氏五论中其中的一部论。那辩中辩论提到的8段行，到底什么是8段行呢？其实就是指8个对治品。那么这8个对治品到底是做什么的呢？就是断除修订过程中所出现的5种过失。那么5种过失是什么呀？懈怠、忘失教授、沉掉、不作行，还有作行。所以为了断除这5种过失呢，就要修持8段行。8段行就是信心、欲求、精勤、清安、正念、正知、作行的思、正住的舍。那么在8段行中，第一个过失呢，就是什么呀？懈怠，由信心、欲求、精勤、清安来对治。所以前4个断行呢，对治第一个过失。有没有发现，就是4个打1个，应该是稳胜。那么第2个过失呢，就是忘失教授，忘了，由什么来对治啊？由正念对治。那么第3个过失就是沉掉，就是昏沉啊、掉举啊，然后由什么来对治呢？由正知对治。那么就是说，昏沉和掉举为什么由正知对治呢？因为有的人昏沉了自己不知道，心从善所缘上跑掉了也不知道。所以说呢，修订的时候一定要训练我们的正知，要知道自己的心什么时候跑掉了，还知道自己的心什么时候对所缘的抓取力不够，开始变得有点松，甚至所缘还在的时候，就是力道不强了，这就开始要出问题了。所以这个沉掉呢，由正知对治是非常必要的，因为有沉有掉就没法修起来定。那么第4个过失呢，就是不作行，它就是由作行的思来对治。第5个过失呢，就是作行，由正住的舍来对治。关于其中详细的内容呢，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，这里边呢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在善知识拉索瓦所传的众多的教授中，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到必须透过声闻地所说的6种力，还有4种作意、9住心而修持。关于拉索瓦这位善知识呢，是那措一师的主要的弟子之一。那措一师呢，就是80赞的作者，长期担任阿底峡尊者的翻译。拉索瓦这位祖师呢，他通达5明，跟随许多噶当派的师长学法。为了求得阿底峡尊者传承的教授，
他前往去医治纳措医师。纳措医师呢，也为拉索瓦传授了许多的显密教法，并且呢，为他宣说了阿底哈尊者一生的行仪。然后之后呢，就由拉索瓦的弟子记录成书。那么在善知识拉索瓦所传的教授中提到，必须透过6种力、4种作意与9住心呢而修持。那么这又分别是什么？那么先看6种力。6种力呢，你们猜第一个力是什么？第一个力居然是听闻力。对，就是听闻正法的听闻力。那么第2个力会是什么呢？听完了之后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对？思维力。那也听了也思了，接着会是什么力呢？往后想一想，意念力。然后接着是政治力、精进力、串习力。我再说一遍，听闻力、思维力、意念力、政治力、精进力、串习力，6个。这是什么呀？6种力。接着是4种作意，力运转作意，有间缺运转作意，无间缺运转作意，还有无功用运转作意。这是4种作意。那么该到了什么了？9住心。9住心是什么呢？内住、续住、安住、静住、调顺、寂静、最极寂静、专注一趣、平等住。关于6种力、4种作意还有9住心，我们学到后面呢，都会逐一的详细的解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德成大师于自道次第云：4作意中摄9种住心方便及6过失、8对治行，是为一切正定方便。众多契经及庄严经论、辩中边论、无着菩萨于前师地论、中观修次3篇等，开示修静虑之方便中，一切皆同。若能先助正定资粮，以此方便历修习，决定能得妙三摩地。近世传说修静虑之甚深教授中，全不见此方便之名。若不具足正定资粮，即无此方便，虽常时修，不说能成等持。德成大师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位祖师，霞惹瓦大师。在德成大师自己的道次第当中提到，4种作意当中含摄了9住心的方便，以及呢6种过失，还有呢6种过失的对治品8种断行。在众多的经典，像经庄严论啊、辩中边论啊，还有圣无着论师的于前师地论、莲花戒论师的中观修次那个3篇等等，这一切开示静虑的方法的教典当中呢，也同样都开示了4种作意、9住心、8种断行，是一切等持的方法。这里边提到6种过失呢，6种过失还记得是什么吧？懈怠、忘失所缘、沉默、调举、不作行、作行。那么如果讲沉默、调举合并为一种呢，就是前面辩中边论所说的5种过失。5种过失与6种过失只是开合的不一样，内涵呢是完全一致的、相同的。说如果最初透过安住与等持的资粮，而用这些方法勤修，注意一定能获得三摩地。我再讲一遍，如果最初透过安住与等持的资粮，然后来用这些方法勤修的话，一定能够获得三摩地。这里边再次强调了资粮的重要性。那么接下来说，近代众多号称是甚深静虑的这种口诀当中呢，甚至连这些方法的名称都没有提到。说如果不具备等持的资粮的话呢，又没有这些方法，
那么即使长久的努力的修定修行，也不能说会修成等持啊。宗大师引完德称大师的道次第之后，接着说：现见此语是于诸大教典修定方法得清净解。说霞惹瓦大师的这段话呀，就是对于诸大教典中的修定方法获得了清净定解的这个话语，所以说是清净的，是我们可以依着来修定的。有没有看到宗大师再次帮我们抉择出什么样是修定的资粮，沿着什么样的方法修定？而一些没有传承的修订方式，不管是说的多么的神奇，如果没有经典的依据，是不足为凭的。所以呢，如果能够得到修订的诸大教典的这个清净的见地，然后具足了修习止的资粮，沿着这个方法来修的话，就是一定会得妙三摩地。那现在我们就听着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传承，所以呢，要发愿，要修成妙三摩地。谢谢大家。